广西这边的山呀，跟我平时拍的我们贵州大山还是有不一样的。这边大多数是这种石头山哈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现在我在广西的大山深处，这个地方真的是千山万弄啊，每一个弄之间都特别难走，感觉比咱们贵州的大山更难翻越。这个山顶的后边啊，还住着一个村子，是不通路的，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居住在里面啊？我们今天走这里来呢，就是下去探访一下。我走到这里呢，已经走了10来分钟了，走吧。但是这边的风景确实也很漂亮啊，这里像一道石门一样。这个路确实是比较难走啊，全是这样的石头路啊，翻一坡一坡的。哎呦，这个石头好神奇，看到吗？靠在这个2个石头之间的，好像是人为靠上去的一样，但实际上它这个应该是大自然形成的。风景非常的美啊！你看，我们实际上呢已经翻越到这个垭口上来了，但是它这个垭口又分几个岔道，然后而且你走到这个岔道之间又有很长一段距离啊，还是比较难走的。这个地方有2条路，一条往这边去，一条往这个垭口去。让我们看到那边有电线，我们就走这边去吧。反正应该是2边的垭口都有人住啊。哇，刮一点风，好凉快。这边就是这样的大山，各种各样的弄。大家有没有感觉我们贵州修公路就很难，但是广西这边的七百弄，我觉得修路是更难的。他们基本上的路都是悬崖边上过，或者说修在悬崖上，因为这里所有的山呀，它都是石头山，而且它不是大坡度的，都是非常非常陡的这种山，所以呢，修路就比较难。你要想让每一个弄都通公路，基本上不可能，因为这个造价太高了。所以说我们会发现，有一些人多的弄呢，它就通公路了；有一些弄里面人家户少一点，或者说这个修路太艰难的话，就没有通公路。那么只能让里面的老百姓呢搬出这个大山，实在是没有办法啊。我们现在就是到了这个弄里边。哎，我看到远方地下还种有一些玉米，那就证明还有人居住在这里的。你看这个，我们说起来一个弄一个弄的，说起来倒是挺轻松，但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我垂直着上山来，爬坡过来，然后这个地方又是很陡的路，要下到这个坑底，那么才是他们居住的一个地方。看到没有？已经看到那个地方有几家人居住了。天哪，从我这里走过去还要走好远，我都有点打退堂鼓。一个超级低的低洼地带，那边那儿住有3户人家，这里有一家，但是那个房子都消掉倒塌了，估计是不住了。然后这边有一家，然后据我们了解呀，这个弄里面也还有几家，我们可以走这里翻过去，走那个弄去。这个房子是没人居住的，只有前方那个地方，好像是有一户人家留守在那里，然后种了一些地。实际上那个山上那些都不是种的地了，只有他那个房子的周围那一圈呢，种有一些玉米，其他就没有什么了。我们看到那个山上好像还有一个山洞，这个弄
站在这儿看的不高，但是它和这个山顶的落差差不多有好几百米吧，大概200多米的一个落差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它属于这种山顶的天坑状啊。可以看到山腰这里有一个蓄水池，而且他们这儿修的蓄水池呢，有的地方还不在少数，都修的挺多的。那为什么这个要修露天的蓄水池呢？因为跟这边的山形有关啊。他们这边的山呢，大多数都是这个石头山，它存不住水，也就是它没有长流水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就要大量的修这种蓄水池，然后在下大雨的时候呢，就把这个水啊接到这个水池里面进行储存。在这个天气干旱不下雨的时候呢，这个水池里面的水就可以进行备用。因为比如说现在的话，包括这些山脚下，咱们是看不到任何的水源的。尤其在广西这边700弄内，你很难看到有那种长流水啊，基本上都是干燥的、干枯的这种石头山。走这里翻过来，这边可能又到其中一个弄了啊。他们这儿建的水池是真的多，这个地方也有一个水池。无人机飞上去看了一下呀，发现我要去的那个弄，走这条路行不通，要回到刚才来的那个地方岔口那儿下去才行。这边过去没有路啊，这边过去又到别的地方去了。这边这个弄的话，就只能在这儿给大家看一下了。目测应该是只有1户人家在家里，而且咱们也不确定有没有人在家。刚刚无人机飞下去的时候，没有看到任何的人，对吧？我就说这边的弄难走吧，从这里走过去，走错了走回来，又搞得我一身汗。说实话啊，生活在广西的这种山弄里啊，真的是不容易。每一次出山呀，都要大汗淋漓啊，特别是要背东西的时候，是吧？上一山下一山，走一弄过一弄，那家伙没有个把2个小时，你真的是走不出去，也进不来啊。这个弄呢，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啊，下期视频我们接着说另外一个弄。大家来看一下，它这个四合院呢，有大概200多个平方。这里呢是一个院坝，然后过来看一下，中间呢就是天井，两边呢都是房子，3边是房子，然后这边呢就是进这个四合院的一个大门。那么公路呢也通到了家门口。再看一下牛栏猪圈，这里的猪圈是有3间，所以呢，你在这里可以养猪啊、养牛啊都可以。后边这些呢是菜园，这边还有牛圈吧。啊，这边也是猪圈。这里是修好的2间厕所，所以在它这里你可以喂个10来头猪都没有问题啊，因为有2边的猪圈，相当于6间猪圈，每一间你可以喂2个、3个，所以整体的这个硬件设施基本上都是做得很好，然后卫生条件也非常非常好。这个房子呢，10来个、20个人住都完全没有问题。你这个房子里面总的有好多间房子啊？总的有17，可能有
有13、14间吧。有13、14间房子，13、14间房子基本上，住个10几个人都没得问题的。没得问题。我们进他这个房间里面去看一下。呀，这个里面挺干净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这个外面这个房子全部都有这个阳台的，而且可以出来站在这个阳台上，非常舒服。然后它也挂了很多的风箱，也可以在这里养蜜蜂。所以这里能够利用起来的话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。这边就是2排猪圈，这个是厕所、洗澡的地方，就基本上所有东西都弄好的。自己改造的话也花不了太多的钱，就可以把这里改造很好。这是睡觉的房间，这个呢叫做谷仓啊，以前呢可以用来这个装粮食的。这房间里面也非常非常干净了，这个吊脚楼里面，这里是主人回来偶尔住一下的。你看还有衣柜是吧？哇，都有房间。这就是外面的这一栋房子，里面呢也是差不多的。这个整个四合院和那边的猪圈呢，都带给大家看了哈。然后蒋哥的意思呢，也讲得很清楚了。我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，这里有几种的模式。第一种呢，就是养生养老或者夏季避暑的人呢，可以来住他这个房子，因为他说的这个价格呢也不贵，对吧？第二种呢，就是你来这里发展这个产业，它有700多亩的荒山，有20多亩的这个方竹经济林嘛，然后还有20-30亩的这个土地，所以发展产业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，水源也不缺，是吧？有山有水，然后公路呢也是通到家门口，虽然说路窄一点吧，大概有10多公里的4米宽的一个路。那么这个地方的交通条件呢，跟大家讲一下，离这个汇川区沙湾镇呢是大概20公里，离这个板桥镇呢也是差不多20公里。其实用我的感觉来说的话，它这个地方房子流转30多万，我觉得是便宜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房子有3栋，对吧？3栋的话，大概占地是200多平米，然后有6间的猪圈。你比如说你要养猪的话，你随便可以养10几头，猪圈都不用建了，就所有东西都建好了。而且我到他这个房间里面去转了一圈之后，他还有很多的一些基础设施都有。比如说床全部都给你装好了，然后每间屋子都打扫得非常非常的干净。你们可以想一下哈，一年养个10几头猪的话，其实也可以卖不少钱，对不对？然后它周边的这些土地，你可以去种植一点菜啊，这个草啊等等啊，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一开始他说要转让呢，我可能觉得这个地方只适合那种就是要做产业的人，但是我来看了他这个情况之后呢，我个人觉得就是你一家人想住在农村来发展，我觉得也未尝不可，因为靠他周围的这个资源，包括他的那些牛栏猪圈，其实你都可以创造这个经济的收入。坐在这里一年，收入个10来万，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你做点养殖，然后他的这个山上的经济林方竹每年也可以就是收成个几万块钱，只要喜欢这个地方，只要愿意干，我觉得都完全没有问题啊。几十万买这个地方，我觉得是很划算的。冬天在这里晒一下太阳也是挺舒服的呀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里的整体情况呢就给大家介绍完了。你们喜欢这样的四合院吗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。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，也可以私信我哈。
大家好，我们接着上一期的视频讲哈，我们从山脚下爬了1个多小时，爬到这个山腰上。这里呢有一独户人家，里面呢坐着快70岁的一位老人家哈。那么上一个视频呢，我们跟大家聊了很多。老人家的儿子儿媳妇呢，正好从山下赶上来。你们可以把它采集下卖噻，可以采集下卖不？啊？自己打去泡酒哦。如果多的话，可以采点卖噻。是不是经常有人上来打哟？哦。哎呀，我觉得在上班住起来安逸，肚子也安逸完了。是啊。今天挺巧的哈，正好碰到老人的儿子儿媳妇上山来采猕猴桃，他们说采去泡酒，结果呢也没采到几个。这个边上还种了好多的这种老茶树啊。你已经在煮饭喽？啊。哎呀。把竹叶哈擂出来蒸了。有地方过来那个地方过煮饭，你到长久的做我个人的饭，你直接到下午吃，晚些去吃，不好吃。我正吃啥是整来啥是软和的。是。意思是你都当过兵的啊？哦。在哪当的兵啊？在凯里。凯里哈。哦。在凯里当公安兵。公安兵。当了几年呢？8年。8年的时间了，也不短呢。10几岁就去的？啊？10几岁就去的？10几岁就去了。那现在有工资没得啊？有的不多噻。有好多啊？大概？有几百块钱。1个月？也还可以的，他就是补助了嘛。一个月30多块钱。哦，那也可以的。养老金应该现在也有了噻。养老金有。我这里有把风筝。这一头啊？你要把围这一头啊，你不把它整出来，整在风筒里面去？不整它不追这个的。可以打开看下吧。哦哟。我觉得是在2个。这个橱柜里面做了一包蜂蜜。我们有之前我看你平时是没了嘛，是说没去。那就等一点就吃吧。好，那给你吃。大家看着这个老人家在这里做饭做菜，是不是一种享受？我看网上好多人都在发蹭饭的视频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朋友们跟我一起到山里蹭一蹭饭。我蹭饭呢都蹭得非常自然，大多数情况下呢都是在那聊天聊着聊着，主人家就留我吃饭，是不是脸皮很厚？吃饱了，开始了。你吃饱有饭嘞？吃饱了。我刚刚你干不干啊？这个菜好吃的很，真的。好了，肚皮也吃饱了，现在有力气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里啊。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呢，是在遵义市余庆县黄泥沟村博上组的位置啊。到了下面这个博上组呢，就问上观音山怎么走，就可以找到上面这一家人了。这个位置绝对是一个世外桃源，朋友们，海拔在1200多米，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。
我特别佩服这位老人，为什么呢？你们可以去看一下上一个视频，他20多岁就上山，这些房子全部是他做的。那么大家知道哈，正好我们国家的土地下放呢是在80年代左右，那么他一个人上山之后，就这一整片山都是他的。那个时候土地下放的所有土地山林全部归他，也就是说他现在有1000多亩的山林，还有200来亩的土地，全部是他一家人的。整一座大山上也就他一家人，而且里面的一些森林大树资源非常多，所以真的是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啊。都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虽然说现在交通不方便，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未来拥有这么一大片的森林，还有那么多的土地，真的是你想不富有都难吧。如果你也像我一样喜欢到大山里面游玩，那么你们跟着地址就可以找到这里哈。其实最近啊，我也挺苦恼的，就是尤其做这种探访一类的视频吧，有时候挺尴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一个人嘛，又要拿这个摄像机，其实在交流的时候是有障碍的。是不是也应该找一个人一起？这样呢，可能在交流啊，不管是摄像的过程中呢，也会更加的顺畅一点，也能更好的去解决一些问题。大家说呢？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朋友们喜欢的记得点一个关注啊！今天这一顿饭吃的是真的舒服，虽然是青菜，特别好吃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泰啊。大家有没有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山顶？现在我这里是没什么雾的，但是山顶上呢是云雾缭绕，那么应该比这里要高很多。我之前在这个对面山上过路呢，看到那边有连排的这个大山，感觉上面应该是一大片的草原的这个形式啊。所以我第二个走这里过路呢，我就准备把车开进山之后，然后从那儿爬到山顶去看一看，应该是非常大的一片草原。如果上面全是草地的话，那么连片的草地最少是好几千亩。那就非常适合搞这种大型的放养。刚才我在这里呢遇到一个哥们儿哈，他说我自己去可能找不到，那么他跟我一起进山去一起上去看一看山上边。大家可以看一看，就是上边这里最高的这一排山。现在咱们就准备开车上去，走。关了，我也没抽烟的嘞，我不去抽烟的。我不抽。你们治的好舒服哟，一家一座山那个像。对面那些也是全部没住土地噻。老天呐，这里自己山城安逸，真的搞洋人嘛，这简直是安逸得很。那些没人搞的噻，这一山没人搞洋子的噻，有没到？这下面这个就是山窝，这些弯土地的怎么讲？这个山这些弯，全是你家的。翻过来从沟沟那个大片，一面山。那你要几百亩哦，最少。吓人了，你们这边的土地更要不到台。我们大家，我们2个队，这2个队和我们哈，我们2个队的总共的这个山林了哈，有13000多亩，20几户13000多亩，20几户人，13000多亩。你们才是正儿八经的土豪哦，老天！你们这个真的还好谈，是吧？户数少，随便几家人就是1-2千亩。这个里就养的羊子，这简直草都吃不完，太多了。你们这个地方搞放羊，这简直是绝佳的地方。如果这头你们的不止1万多亩哎，凭眼睛看都不止1万多亩哎。没有算这种土地哦，我的山光的山林了吧？哎，这种土地还不算。那土地家有好多亩啊？
这也以前山里面住人住的少了，现在就有好处了哈，土地多。很矮哈。你看这牛儿嘛，几多矮嘛，看起就矮，有主要是生态太好了，草啊也不愁吃那么多。东西干些干的。明白的好，把这个就像野的人哎。他把这个羊面有几百只羊，晓得有没得？全部摘起了。阿边肯定还有。全部都没有住，土地全部都没住，尽是草。等于以前这一片住200多人全部走完了。走完喽。在四川万源市的大山里，我们发现有一户人家居住在大山之巅，方圆几公里呢都是没有人烟。这个地形啊，真的是非常的特别，山形呢也生得非常好看啊。这户人家的周边呢，这些土地啊，看着有翻动的痕迹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还留居在这大山之巅呢？咱们今天就去一探究竟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现在我在四川达州的大山里啊，你们看到我身后的这些群山，就知道我在山巅的位置。车子呢是开来停到这下边这户人家的，我已经爬了一段的山了。今天呢要带大家到这个山上去探访一户隐居在大山之中的人家。从这里步行过去啊，还得走3-4公里，我的天！然后去那户人家的途中呢，这个半山这里呢也还有一家人住在这里的。这边这些呢都是种的土地，也种的这个玉米哈。你们是不是以为我要到的是身后这户人家呀？不是啊，大家可以看一看啊。去那边的话还要走这种毛狗路，因为这个几公里的小路呢，其实走的人又少，基本上呢也很难说把这个草给它除一除啊。大家可以从空中看一看我此次行进的路线。我们的车呢是停在这个小山脚下的这户人家这里，然后呢顺着这个地方上去，经过这一户人家，然后再到这一户人家的后山，这个半山腰有一条路呢横跨好几座山，一直往前走。我用卫星地图测量了一下哈，从这个停车的地方到这户人家居住的位置呢，直线距离就有2公里。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我走这个山道的话，应该是要长很多的。现在呢，我已经到达了半山腰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这些所有的土地，以前呢都是有种的，现在可能人都搬走了，然后这些地方呢也全部就丢荒了。时过境迁呀，大山里面的人呢，一户一户的都往外搬，所以呢，这些以前的耕地呢，也大多数丢荒了。这里大家看到吗？还搭有一个简易的小木棚。我估计啊，以前在这些大山里边，其实有很多人家户居住，可能他们这边呢搬迁的比较早。我的猜测是没错的哈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就是一个牛圈，对吧？以前的牛圈整个上面都没有了，这些木料呢，不久的将来可能就是3年5年吧，都会化为灰烬，啥也看不着了。所以啊，我觉得山里面建房子啊，尽量的可以建木房。为什么呢？一旦没有人居住呢，最多就是过个10来年、20年呢，它就归于平静，归于自然，就不会留下任何的建筑垃圾。像这些木料呢，它再过一段时间呢，可能就化为尘土了，就不会去破坏到大自然。
我们建的钢筋水泥房啊，哪怕你过100年、200年呢，它依然还在那里，所以对整个生态呢，其实是有影响的。这个路啊，基本上就不怎么看得到路了啊，都是看到一些杂草。当然，这个路的印记呢还在。那我估计以前的话，这边应该不止一家人居住啊，住的人还挺多的。前面这个山啊，大家看看，老漂亮了。你们有没有感觉像一个驼峰呢？中间可以骑个人。这个山上老多的这种红籽了，就我们俗称的救军粮。大家饿了，实在是想填饱一下肚子了，可以采点吃。但是我现在呢就不能采来吃，为啥呢？要跟大家说话。待会儿你们看到我牙齿上粘的全是这个的话，就尴尬了。今天这个路啊，其实还算平坦的。要是太陡的话，我也不太想来。只有就是刚开始的那一段是上坡，然后跟着这个山过来的时候呢，基本上都是比较平缓的地带。穿过了刚刚走的这片森林呢，然后我们到这边又是一大片的荒地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些全部是荒地，也就是人搬走了之后留下的大面积的这个荒地。这边确实是一个非常适合搞大型养殖的地方啊，因为整个山上的话，方圆几公里都是没有人居住的。那么这个山上的土地啊，从我现在观察来看的话，应该还是比较肥沃的，所以说长草也长得比较好。你看这些里面这些枯草，全都是长得比较茂盛的。只不过到冬天之后呢，它有一些草呢就干枯掉了而已。你们别说我一个人走在这个山里啊，有时候也会被吓一跳，因为这些树林里啊，卯不齐的有个什么小动物啊，有个什么鸟啊，它噗一下就飞出来，当时你就给吓一跳。尤其是野鸡最吓人，它也扑出来的时候呢，它那声音老响了，特别刺耳。快要到了啊，快要到了。这边这些土地都相对比较平坦一些，那基本上呢，到这种地方呢，就能够感觉到这边呢是居住人的地方了。哇，这个地方的环境太好了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些土地都是很肥沃的，山形也特别好看，然后树也长得比较粗大，是不是老舒服了？这种地方特别适合搞养殖啊！我的天哪，太美的一个地方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边这么大的这个土地面积，以前肯定是不止一家人的，对吧？以前在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小村组，啊，不止一家人。前面咱们已经看到房子了，马上我们就见分晓这里以前的一个状况啊。走了个把小时，终于是走到这里了。这边挖了好多的地。吃饭没得水？吃饭没得？你啥子？我来耍呀！你一个人组织的呢？你是哪个啊？我说你一个人组织的呢？啊，哦，你哪里的？我啊，啊，贵州的。贵州的啊？啊，嘿，来得远哦哈。来这个，哎呀，好，后面，对呀，奔我。等于现在就是你一个人在这里呢？啊，我在这放羊子了。在这里放羊子哦。哦，呀，你们这个房子都还是以前的那个土墙房哈。这个房子建了好久了？哦，有几十年了。都几十年了。你贵姓咯？姓熊。熊。啊。这点以前应该不止你们一家人噻。现在以前这里有好多家人啊。嘿，200几。200多人呢。啊，放完了，我都是在这来放羊子。哦，你们也是全部搬走了在这儿来放羊啊？就是每天都在这里看羊子啊？啊，喂了好多羊子吧？我卖了些，那才还有接近20个吧。
还有20个。山上有野货，信没得？包不出来就多也多。那几年你不庄稼就没得好多野收入啊。你一个人还种了好多地哇？种了2亩地吧。2亩地哈。我看你们这里土地还挺好的。嘿，建造哪得到好久都不得走完。我们那个土地都好哦，公路没弄。对呀，我又看到这里土地好啊，嘿，出粮食的很哈。嘿，天嘞，那是好得很。这里应该不缺水吧？缺水吧？水也不缺哈。以前200多个人都不缺水啊。以前不缺水哦，那么多人。那就是个好地方哎，你们这点儿。啊，260、70个人哦。就这一片260、70个。啊。那不是房子都几10栋？哎。这点住人有好久了？嘿，住的人那是有几10年的。我们原先还不是搬家子那头，那他搬到那头。哦，搬来这儿来的。啊，这个写不给的地那几年。哦，以前是写地方。啊。后来这个土改之后就分了哈。啊，就住在那里哦。这个地方其实好哎。可以哦。你们这个地名叫哪个地名嘛？刘家寨。叫刘家寨。啊。那几年姓刘的，他在这坐不稳了，他跟着拉脚的走哦。姓刘他爬得稳寨子啊，那个姓名跟他这地方走哦。熊他大寨子就搭得住噻。哦，对，姓熊的在寨子上就住得着。哎，这是你们那年纪大的人择出来的哈。哎，51年，那你现在70几啦？75了。你75啦？哎，你应该多养点羊子噻。你要卖哟，你要养又要卖。哎，你光养不卖，那你等于零咯。小的就是不让我做了。你几个小了吧？是2个女儿2个儿。你也福气好，都成家立业了哈。是老幺还没成到家哟。你还养的有风啊哈？还有哦。你一年搞这些搞得了好多点钱咯？哎，还是不咋的，挣18000块钱嘛要。挣18000块钱？应该不止。你想下去，你个人没得土地，没得啥子，你去咋子？有个鸡都没啷子。还有个女儿在读高中，你读高中1年要好多钱？你还有个女儿在读高中？哎，你不是70几了？我那个这个女儿读高中，是我那兄弟们生下来就是了，他就让我带去的，等于生下来我就带去的哦。等于是你们死了的，他在生小的时候的。然后兄弟呢？兄弟他个人那时候还在学的，也搬下去的哦。哦，怪不得我说你70多了啊，然后还有个10几岁的姑娘。我个人呢有3个安在家了，都有几个小孩了。你个人4个，然后打兄弟家这个姑娘1个，5个哈。等于现在他的所有事情都是你管是吧？是吧？你晓得那个读高中1年要好多钱？要不少钱哦。在哪里读高中啊？在万阳。万阳哈。对，高级了。后年要毕业了。后年要毕业了哈。那你的弟儿他不管咯？他管啥子？就是我们国负担了，他啥不管了。他1年800钱都不跟他拿过来。你们兄弟？对。那他还是喊你伯伯吗？还是喊你爸爸呀？是哦。还是喊爸爸是吧？是吧？不是喊伯伯。你心挺好的，看你就是一个特别善良的那种人。你可能转路上你还是有名堂。走乡村旅游，积累一些有趣的事情。有时候呢，也看到这些地方好啊，也做一些宣传。有一些开发的人啊，他看得中啊，他就可以来嘛，这个地方也有好处噻。哦，对，你说那个话那是对的。你搬下去之后上来有几年了？有30年了，搬到吉烟行。你一年在这上面赚的钱够你的小的个姑娘花不？那不够哦。不够哈。他哥哥，他细哥哥要补助他点儿。你这个夏天的话，草应该好得不得了。对，这他们说的牛，他们都是到硬是真的啊。我看这个土地，我都晓得出东西的很。你喜欢年轻，那你还有阳光呢。农村生长的，这地方适不适合生存，土地好不好，地方好不好，大概是有点数的。对的。你看你们家这个位置做的挺好的啊，
正好坐在最上边哈。啊，基本上都很少有人来哈。嗯，他来抓走那个。是，来就是走路。原先几十栋家房子，现在房子都看不到，就在你这有2栋。啊，全部都倒了哈。啊，打进拆完了，成了爬爬了哎。拆完了之后，这个林也长起来就看不到了哈。他树水一起来就冇完了。3个队就你一个人在这儿了，现在。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啊，环境真的没得说。这个后边的这一个山脉啊，看起来特别好看，尤其这个位置，我就说了，这个位置感觉看起来像一个驼峰一样。这个叔叔他们家就住在这里，他这位置挺好的，然后视野非常的开阔。这个地方有一个岔口对出去，对面呢正好对的那个山板吧，你看左边的山高一点，右边的山稍微矮一点啊。他这个说实话，这个地理位置挺好的哟。这是我们贵州的酒啊，会茅台镇的酒，贵州。这个是那个天麻不要，天麻呀，你拿去做啥子？你拿来吃噻，炖乌鸡嘛，矮得很，特别你这乌鸡拿来炖，矮得很。所以这都不好意思哦。有哪个不好意思哦？有哪个不好意思？那我走了哈。慢慢来。好，拜拜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地方真的是太爽了。这个上边的土地起码有上千亩，大叔也说了，他们这里以前是3个队，有200多人，相当于最少有50-60户人家。因为交通不便呢，陆陆续续的全部搬走了，所以啊，也印证了刚才我的想法，我就知道这里可能是坐着一个村主，因为整个土地太广袤了，那么多的土地。但是时过境迁呀，现在就剩大叔一个人在这里固守着这一片地方。这个地方呢，水源也是不缺的，整个这些土城啊，我走在这里，我都感觉得到地下水源丰富。包括你看，今天这个太阳晒了一整天了，但是我走在这些土地里啊，它整个土质都是湿润的，就证明一个什么道理呢？就是这里的土壤它非常的保水。这也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些土地是非常出粮食的一个原因。那么跟它的特殊地理位置也有关系，它处于山顶下一点点的一个狭长凹槽地带。那这种地方呢，它就是能够保得住水的地方啊。大叔一个人留在这个山里呢，他养一点蜂啊，养一点羊啊，我估计他一年也应该能够挣个1万多块钱吧。有很多朋友啊，不是想寻找一片大山里面的地方来创业吗？我觉得这儿挺合适的。你养多少的牛羊，我觉得都问题不大。可能就是运送物资比较难一点啊，有几公里的这么一个路程，需要人力。综合这个地方的情况来看的话，可能是养羊比较适合一点，因为养羊的话基本上不怎么吃粮食嘛，稍微的把这些土地种一种呢，也就够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那本期的视频呢，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啊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这个地方真的是山川秀丽，景色宜人，空气清新，鸟语花香。在这个荒山野岭的山梁上，竟然发现有一个寨门。这个寨门到底是干什么的呢？朋友们，大家好，现在呢，我在贵州和四川的交界处，我站的位置呢是贵州习水县三岔河镇的天水池村。翻过这一片山呢，对面就是四川。这个山顶上啊，有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观，山上冒出来一个石笋，酷似一个石头人。那今天呢，阿泰就带大家一起进山去一探究竟。这个峡谷里面还真是漂亮啊！我现在已经在走步行小道进山了，从这个峡谷进来的。刚刚进来的时候啊，就碰到他们施工的一个开车的，他跟我说车开不进来，结果我走进来才发现车是可以开进来的。然后路上遇到他，他说这里面不让拍照，我估计他们是在开发旅游吧。这一路进来啊，我跟大家说，有起码5-6个地方啊，就是顺着峡谷进来，大概2公里多的一个路程。有5-6个地方，它的那个地貌就类似于赤水的那个佛光岩瀑布的那种形状，有5-6个地方。如果说在夏季的时候，丰水期的时候，你会看到那些
地貌的上方都会有水流下来，非常的漂亮哈。所以我建议大家在5、6月的时候啊，真的可以走这条峡谷来看一看，绝对会很壮观。走了2、3公里的峡谷，还要走这样的羊肠小道，我不知道还要走多一会儿才能看到那个石笋柱。往往这种比较稀奇古怪、奇特的景观呢，都是在大山深处。哇！已经看到了，不过这里有点远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山顶上看到没有？这还真是一条茶马古道啊！想必在几十年前，云贵两省的百姓主要来往的一个通道啊！要爬这一座高山，我现在才爬到一半。对于这个地方交界的两省百姓来说，这哪里是通道啊？这明明就是过去几十年的记忆啊！这种峡谷里面的这种小水滴啊，真的是非常的美妙还要继续走啊！对，这条路噻，你们以前一直都走这条路啊？你们是属于这边是属于贵州的嘛？天水市啊，那边属于四川。对，你们两边都有很多都有亲戚哈。对，这条路应该是走了好几十年的。100年了。我觉得以前的人真的是有恒心、有耐心，像这些石梯步，都是100年前就已经弄好的。多少人踩踏过？看一下，这个表面都是踩的这种光秃秃的。你想象我们人过去只能踩一下，这要多少个脚步的踩踏，才会形成这种光秃秃的这种石头面。这是祖祖辈辈好多代人长期走的一条古道啊！哇，这个地方竟然有一个寨门，我的天！哇，这个寨门应该是修建于上100年前了，正好是拦在这个山梁之上，而且修得非常的厚啊！大家来看一下，修了100多年了，而且没有任何的变形，这个修得相当的好啊！这个寨门它是修建在这个荒郊野岭的，正好在这一个山梁上。那么它的用途是干什么的呢？因为以前这个土匪猖獗嘛，修这一个寨门的主要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挡土匪。这个是两省交界的地方，相对来说比较靠边嘛，管理上也比较薄弱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经常发现这种抢人抢劫的事件。然后再后来呢，这个当地的老百姓呢，就在这个地方修筑了这一个寨门，上边呢还有设有哨岗，这就是这个寨门的一个历史啊。所以在这些石头上面，处处都记录了这个远古时代的这些历史印记啊。这就是云贵两省的边界，下方是寨门，这边属于四川，看一下，都是荒郊野岭。然后这边属于贵州，同样是荒郊野岭啊。从这个寨门这儿上去呢，就会到达我们最终的目的地，那个石头人的位置啊。哇，今天走到这里来，走了1个多小时啊，朋友们，大概接近于4公里多、5公里的一个路程，而且是爬山、爬山再爬山。以前的人是真有恒心啊，在这个相当于垂直的石板上
用站子打了这么多的石梯。哇，到了！哇，就是这个石笋啊！大家看一下这个山巅上的这个石笋啊，真的是非常奇特。我们看到这里就是一个山梁，而且它下方的这个石头，这个石头上面呢刻了好多的字，这些是哪些人来刻的？这也有可能是远古时代的人刻的，因为这个字的印记啊，都已经是很光滑了。哇，我现在正好坐在这个云贵交界的这个山梁上，前方这儿大家看到就是这个石柱笋，非常的震撼。因为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说了，整个石头的下方是都比较光滑的，然后正好在这个位置，哇，真的是剑指苍穹，剑指蓝天，非常非常的震撼。它是怎么形成的，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啊！然后我们走近一点再看一下，这儿要特别小心，因为两边都是悬崖峭壁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这些地方呢都有缝隙的，这个石头，对吧？然后这儿呢还有人走上去，这些又刻了好多好多的字，这个都是很多人到这个地方来留下到此一游的这个印记吧。连那个上面都还刻有字，这些人干嘛呢？就在这里刻字。再看一下这边，其实这层石头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是摇摇欲坠了，对吗？这里有很宽的一个缝隙，包括这些地方，包括上面那些地方都有很多的缝隙啊。朋友们，这个视角太震撼了哈！有没有感觉？有没有感觉？我宣布说，你们有没有感觉？是不是像一个原始人的一个头部？看到没有？前边张开的嘴巴，然后鼻子里面还有鼻毛长出来，还有眼睛，对不对？眉骨也很高，头上还带有一个什么东西，对吧？就是一个远古时代的猿人，非常的形象啊。然后有点驼背，对吧？太像了，有没有朋友们？这个视角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视角啊，因为刚才我转了一圈我都没发现。现在我才发现这个视角太牛了。有时候啊，我们真的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就像我身后的这个石柱笋，它屹立在这个山梁之上，对吧？两边都是悬崖峭壁，正好这个地方呢冒出来一颗20多米高的这个石柱笋。它的形成过程呢，可能也非常的奇妙。因为大家知道，咱们贵州在亿万年前其实是海底世界，对吗？在远古时代水下的时候呢，这些地方可能就有暗流啊什么的，慢慢的就把这个石头呢进行剥蚀，对吧？进行剥离。那在亿万年前呢，这个海底冒出来，形成了现在的这个高山峡谷。那么这个石柱笋所在的位置呢，在山梁上。那它又经历过数千万年的这种风吹雨打、日晒雨淋，不断的慢慢的剥蚀呢，就形成了今天这么绝美的奇观，对吧？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好多朋友收到黄金之后呢，他都不知道这个黄金怎么种植啊。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，就以我手上拿这一块黄金为例。那么整个重量呢，我们称了有2斤7两，也就是说这2斤7两呢可以切到30块左右。那么合算下来呢，就是1斤呢大概切10块。但是这个黄金呢，它相对比较大嘛，有2斤7两。如果说我们遇到稍微小一点的呢，你就可以多切个1、2块都是可以的。然后切出来之后呢，就用草木灰来进行杀毒。这里有这个草木灰或者说煤灰都可以。然后把它这个切块之后放在里面搅均匀之后呢，稍微晾干一下呢，就可以种植了。如果说没有这个草木灰呢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多菌磷来兑水之后，把这个切好的这个块放进去浸泡，大概浸泡半个小时呢，拿出来把它晾干就可以种植啊。然后种植之前呢，我手上拿这个呢叫新60啊，种植之前呢，把这个撒在土里面，它起到杀虫的作用。然后我们再开始种。我们切块的时候，这个是有芽头的哈，这种有芽头的呢，全部挑出来种一片；没有芽头的呢，另外种一片，不要混在一起种。混在一起种的话，它这个出苗的时候呢，它不均匀。
那是要选址，就是有根的地方切，还是怎么切？乱切了，这个都要走一块皮子生的。哦，要切细块点。这个切的时候并没有什么讲究啊，没讲究就是随便切就可以。大概多大一块你？大小不均的嘛，就是根据大块种，切细块的，大块种切大块的。假如像这个也可以，我也可以切个30窝。反正我还是建议大家呢，切的时候稍微切大块一点，就是1斤的话，大概就是8个到10个嘛，不要切的太小。6种人。我们今天呢就是跟大家演示，所以用这个方式呢去抹到这个断面口去消毒。如果说种植的多呢，就把这个所有的块切好之后呢，用这个草木灰呢去把它搅匀就可以啊，没有必要这么很细致的去做。就像这样，先把土掏成沟。先把这个土掏一个沟，下面撒上复合肥，然后再放那个农家肥啊。如果说没有农家肥的话，就放有机肥。等到我们那个抹了草木灰的黄金已经水分干掉，就可以把它下种了。这个莴苣也可以再灭点的，可以再细点。细点呢它长大个点，灭点呢就是要长得细个一些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是把这个整个这边的土覆过来，把这沟盖住，盖住呢，正好这边就已经起了一个沟，那么再用这样的方式重复就可以了，一直往那边走就可以啊。这样呢，这个种植就完成了。这样呢，种植视频就跟大家说清楚了哈。还有不明白的呢，大家就再联系我说哈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现在我在贵州绥阳县的大山里，有没有看到我身后大片的这个土地都是荒废的？这个峡谷下面还有一整坝的那个田也是丢荒的。那么我是从前方这里开车到这个山路过来的，前方这儿呢公路就到头，而且我开过来这一路呢，基本上就是一个无人村啊。路上3-4公里的这个路程啊，东一家西一户的房子都是没人居住的。我不知道是整体搬迁呢，还是什么原因啊，反正整个就是一个无人村的一个状态啊。我回头给你们拍一拍看看啊。其实这个无人村是通路的，只是这个路比较窄啊，只有3米宽的路，所以开车要特别的小心。这些地呢，基本上都是近2年荒废的。这边这个上面有好几栋的房子，咱就不去看了。就这条路往前面走呢，我们从飞机的镜头看了一下啊，这边还不错，所以到这上面去看一下。你们看这个路啊，你是不是胆子小也不太敢开啊？因为它这个路只有3米啊，刚好这个车能过。有个车来的话，你都不知道倒车倒多远。你看这个前方啊，这个非常的舒服，这个地方山又大，反正这里就是一个大型的一个无人村的状态哦。好多的房子都是坏掉了啊，没人住了。因为这里啊是一个延绵几公里的大型无人村，它的山上呢也东一家西一户的有，我只看到这里这一片呢是一整片的这个住户啊，所以我把车开到这里来，然后带你们到这一片看一下。你看看这里所有的地都是荒的，包括我停车的后山，这些所有的都是土地啊，以前都荒掉了。然后车子呢只能开到我站的这个位置。那么来看一下，这里就是第一家住户了，车子呢就只能开到他这个房子的位置啊。这个房子看着还不错，是吧？年久失修呢，我估计也支撑不了多久了啊！最多在这个地方2-3年呢，我估计就会倒塌。这房子挺大的哦，来看一下，挺大的。它这个因为外边这里还有一个这个厨房啊，厢房吧。我们继续往上边走。然后这个地方的视野真的是非常的开阔啊，可以看到对面。
这真的是一个无人村啊，不开玩笑。然后看看这个房子，这房子就不用看了，这个房子基本上已经废了啊，没什么好看的了。感觉现在这边电都可能不通了。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小道再往上去，因为刚刚我们从这个空中的视角来看呢，这上面还有好几户啊，感觉这个路也没啥人走了。其实以前的这个村子里面，他们相互之间的这个串户路啊，都是这种石梯来铺的，其实还挺不错的，是吧？大家看这个房子还比较大，两边有这个牛栏猪圈，中间呢是人住的地方，这个布局还不错。然后院坝呢，这些瓦片到处都是，也是没人居住的。我看那地方还挂有一些衣服啊，是不是偶尔会回来？但是看这个模样呢，是没什么人居住的。然后你看这个正前方这里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房子居住还可以哦，看一下，感觉走到这儿都特别亮堂，是吧？然后正前方呢，就是这片竹林有点挡，把这竹林给它咔掉的话，就看着视野非常的开阔。不知道从哪个地方还能上去，上面还有人家。这边呢是相当于是一个大型的一个无人村，它有东一家西一户的都隐藏在这个大山之中，只有这里呢是连着有好几户的人家，可能有10户吧。大家可能看到这个有些房屋的周边呢有种一点地，可能是因为他们这个地方呢公路通到这里了，村民回来也比较方便。那在自己的院子里面种点菜呢，也省得在街上去买，对吧？这样呢也可以省一些钱嘛。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感叹，大山里的无人村呢，它会越来越多。山里呢，可能就剩下最后一批70、80岁以上的这种老年人在留守。真的，再过10、20年，我们再走进大山呢，会发现到处都是这样的无人村庄。这可能是城市化进程不可逆转的一种现象哈，实在是没有办法。朋友们，假如说是这样的无人村啊，让你们免费来住，有多少人敢来这里居住的？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啊，看看你胆子有多大。车子开到这个山里面来，这个河水漫过路面了，这个水恐怕不敢过。大家觉得敢过吗？我看水挺大的。感觉这个路面都有好深的水，然后这个下边全是青苔，特别滑。我感觉我是不敢过了，还是算了。我还没有注意看这里，这条河是暗河里边出来的呀。看看从这个山里面出来的，这么大一条河。我给大家航拍，朋友们看一下。想不到从这个洞穴里面会出来这么大一条河流，真的是第一次见哈，特别的神奇。
这个山上面呢，有几个石头长得很怪，而且呢，他们这里呢有一个神奇的传说。现在呢，我就从这里走到山上去看一下，那几个石头是长啥样的啊？就是反正他们当地人都有一种传说吧。你看，我们去看了之后，我再跟大家讲哈。这样的森林里面，这个路上去啊，估计要走10多分钟、20分钟才能走到。在这个林子里面走啊，要注意看脚下，因为有一些人呢会在这种地方放野猪夹之类的。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里，它下面中间是一个很大一块的连块的石头，然后整个下面呢又是几个小石头垫着的，上面呢是6颗石头，大家看到了啊。以前的话，那些老年人传说是7颗，好像是掉下来1颗了，上面只有6颗。然后这个地方是挺神奇的，他们以前有一个传说，就是叫什么杨应龙的，他是从我们这个山的另外一边，其实是赶猪，追着猪到另外的地方去，然后追到这个地方呢，说是什么那个菩萨嫌他追得太辛苦了，然后就让他安置在这里，几个石头就丢在这里了，就是这么一个传说哈。他们自己呢也说得不太清楚，但是我觉得是蛮神奇的。你想一下，下面是几个小石头垫着，对吧？然后中间的那一墩石头是非常大的，你靠以前那些人他是搞不上去的啊。然后呢，上面那几个石头，每个石头都是非常重的啊，每个石头都是黑很大的，都非常重的。那你说怎么样弄上去呢？谁没事把那个石头弄上去呢？所以说也是一个谜团哈，还蛮有名的。这里啊，好多人都知道，就是它有一个这么一个传说的故事。因为主要是上面那几个石头，就像人为放在上面的一样。这个山它自然生长成这种形式是蛮神奇的啊，就7颗籽。我们小时候玩耍抓那个籽啊，不就是7颗吗？它这上面也是7颗，但是刚才我们航拍呢只有6颗，应该是有1颗掉下去了，因为老年人他们传说也是7颗啊，所以还是蛮神奇的。还有就是这里啊，我感觉有一个很好的风水，你们看一下，它这个石头边上就有这么2座小山堡，也是石头小山堡，上面有草，感觉这哪个位置好像有一个很好的风水，大家觉得呢？刚才我航拍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注意看？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我在铜仁江口县的余梁溪大峡谷啊。今天呢，跟当地的2位杨哥呀一起来穿越这个大峡谷。听说里面非常的漂亮，而且在峡谷的尽头呢，还有几户人家居住。走，咱们今天一起去欣赏美景，顺便进去呢探访一下那几户人家。旁边就是江口的我2个杨哥，打个招呼，2位杨老板。这个峡谷啊，确实是非常的漂亮。看一下河岸两旁都是那种崖壁耸立。这个地方进去呢，咱们实际上要拐来拐去的，要弯很多个弯，要从这个峡谷里面经过呀，要走很多道的水啊，就是从这个河里面来回过来过去，过来过去的。所以这个脚是永远都干不了的。那么整个峡谷穿越过去呢，大概需要1个半小时的时间哦。这个地方要是水大点的时候，那些都有水哟哈。这全部水是沙生这么全有瀑布。全都是瀑布哦，这个地方非常适合徒步旅游。对，简直是徒步者的天堂。顺着这个河流走，周末或者有时间的时候，约上3、5个好友，什么同学啊、战友啊、亲戚朋友啊，来这里是吧？徒步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享受。对，你是不是经常能往这里来徒步？经常有时候带同学啊、带朋友啊，外地的游客也经常他们来这里，搞自驾游的也非常方便。这个水太舒服了，清澈见底。
我们这样往这个天上看啊，就是一线天，而且走在这个位置啊，感觉像在下雨一样，其实没有雨啊，它实际上是一些崖壁上呢有一些水雾。从这个角度来看啊，这里就像一个天井，是吧？正儿八经的一线天，太美了。哇，中间这一片地方非常的开阔呀！以前是不是有住人呢？有几户人家，以前有几户人家哈，现在都没有了。现在没有，现在全部搬到外面一个顺交通的地方去了。这个是天然的这个草坪，这个非常好，这个时候非常适合露营啊、搞烧烤啊，平时休息的地方也非常安逸。对，这都是在这里搭帐篷，然后都不想走了，是不是？嗯，是吧？这里有山有水啊，真舒服，青青的草地。这个草皮是真的非常的舒服啊！你们以为是人工的吗？它完全是纯天然的。躺在这个草皮上，我都可以在这里睡2天，简直不想走哦！这个地方来了之后，太漂亮了。然后旁边就有一条河流，你要玩水也可以去玩。然后周边都是那种奇峰异景啊。你们是哪里来徒步的呀？这是同仁。同仁的。你们从上面下来的哈？我们帐篷在外面啊。帐篷是你们搭的？这两个帐篷里面还有一伙人。昨天那边。这里有一个堤坝，这以前做的。大家看一下前面那儿有好多人在那儿露营。这个地方的风景真的是太美了。这些搭帐篷呢，都是昨天到这儿来的，然后晚上他们就在这儿搭帐篷睡觉。这个峡谷里面随便都可以容纳几百上千人，我感觉在这个地方玩耍呀，可能比在那些海滩上更加的舒服。你在海滩上你只能看到海，啥也看不着，你在这儿就看到的就是绿水青山、悬崖峭壁啊，这么漂亮的这些草皮，是吧？很多人在这儿露营，他们也在这里搞一些拍摄，好像专门拍照啊啥的。这样的天气，行走在这样的地方，别提了。穿过前边这个峡草啊，我们就能够到那几户人家的位置了。我们已经看到这里居住的人家了，就在这个地方哈。这几户人家呢，就是居住在这里，看到没有？我们穿越了整条峡谷，花了1-2个小时的时间来到这里。这就是一片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一般，特别是这几户人家后山的这一片崖壁啊，奇形怪状的，非常的漂亮。真的是佩服这些住在大山里面的人家呀！这边都砌了很多的这个石墙，这个老人的专属是吧？咱们农村搞的这个叶子烟。这个房子挺好看，还有人住吗？我们从这个峡谷这儿走进来，然后这里边呢还居住有几户人家哈，然后这个房子我觉得非常的喜欢，后山就是这个悬崖峭壁，这边也是这个石峰林立是吧？这个石柱上，各位，这个石柱上，我待会儿用无人机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石柱上竟然还有一棵迎客松，看到吗？很漂亮的。啥子意思啊？你要请我们吃饭吗？真的假的哦？你自家炒菜呀？对啊。耶，你还？你讲我是为了你媳妇儿。你勤快哟。他说他是你家媳妇儿啊？我是让他高兴，我一天高兴完了。是不是娘娘？他是不是你家媳妇儿？他们来4-5天，他们岁数长寡，这边老铁。贵姓呢？我杨丽娟。走了，杨总，我们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我们先走了啊，拜拜。哎，拜拜。吃饭啦。不用了。这个奶奶99岁了吗？已经100岁了。哇，这个奶奶已经99、100岁了，今年都就是住在他们这个村里面的。行，那咱们走了，你们慢慢吃啊。好嘞，拜拜。
简直就是一个非常生态的村庄。那么这些呢，都是以前的一个木质结构的房屋。整个村子里面呢，现在只有几位老人在这里居住啊，因为年轻人呢都是在外面打工。大家可以看看这些房屋，都是以前特别古老的房屋，也没有进行修缮，所以说呢，已经快要倒塌了。我觉得现在这些房屋应该是把它好好的修整一下，然后把这些老的这些建筑呢，全部保留起来呢，比较好一点。吃饭没到，娘娘？你吃吗？没有哎。吃吗？你要吃饭了是吧？啊。不来了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哎呦，这些房子都烂了哈。现在有几个人在这边住嘛？一幢房子有个。就只有几个人了哈。以前有好多户人了这里？有70-80个嘛。以前有70-80个。现在全部年轻人过来江口去了。全部江口去了哈。这个房屋的修建，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面墙，这个墙全部是这种条形的大青石来做的，这个石墙异常的坚固啊。据说以前这个上边这里呢住的是一户地主人家。看看这个整个周围的环境，迎客松就在那个位置，太美了哈。那个地方就是上古皇帝的玉玺，我跟他说像玉玺啊，又像一个翻天印。这个南瓜是不是有点出彩呀？跑到这个李子树上挂在那里。今天真的是特别满意的一天哈！我们从这个峡谷穿过来之后，这里就发现一个隐蔽的村庄。以前呢可能有70-80个人，现在就是几个老人在家里面。整个这里面的话非常的宽敞。那我们现在呢是要从这边出去啊，两边都是有这个可以徒步出去的。这边出去呢大概是走个半个多小时吧，就可以到达那边山顶，就有公路了。然后这个峡谷呢，里面都是各种各样的奇峰异景啊，非常的漂亮。特别是大家喜欢这种原生态的，喜欢这种徒步的啊，都可以到这儿来玩。这个地方就是很多人心目中的那种世外桃源般的感觉，有山有水，土地也是非常的肥沃，峡谷那些也是风光无限哈。如果大家有机会来江口啊，一定要到这个峡谷来看一看，这个美景才是正儿八经的那种原生态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泰。现在呢，我在遵义市汇川区芝麻镇高原村下边的一条河边，大家可以看看这条河啊，水非常的清澈。现在我往前方走呢，有一个峡谷。我在这边山上看到那边呢有一独户人家，我们准备进去拜访一下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有朋友跟我说，他想找这个水源比较大、比较好的地方呢，去养这个中华鲟鱼啊。那么这条河沟呢，应该就非常适合他的想法。朋友们可以看一看，现在呢算是这条河沟水最小的时候。那么我们目测呢，这个水呢也是不小的哈，有这么大的河水。所以说，我觉得，不管你养什么鱼呢，应该这个水源是足够大了哈。我现在呢就要从这个峡谷一直往里边走，去看一下那边那一独户人家哈。朋友们看到没有？那一家房子就在那个位置，这个下边就是一条河流，这地方出去呢是一个峡谷啊，环境真的是特别好。到了哈，大家看看，就这一独户住在这个位置，当然我觉得他应该住在下面去更好，这里离河沟还是有一段距离的。哇，房屋里有2户的这个新棺木。耶，说完没了？哎呀，我跳耍的，跳耍的。看到你这一家人来住起，专门跳起来耍哈。你那个那么多？我在那个山高的旁边。看到你这里有家人呢，我就顺道喝个酒就过来的。
你是只有一条路噻？就那条路走过来。就那条路嘛。原来是个通路。这样我们这个原来是一大家人。做到嘛，有自个。原来是一大家人呢。这个我们一个是3弟兄，我们老人在这里。我工会就下去了这个房子。从高地边摘下来的。条马路啊，他往后人户那里摘下过来，楼给这里搭起个圈，砸过来这个就起这个房子，起的这个。就在这住下了。就在这里住。有好多年了。政府哎。为政府是多。为政府是多，后来还干鸦片。好。不是，真的干大呀，不是说。我工会。那你这个河沟如果要涨水了，你啷个办呢？过去不到噻。这里出到河噻。又走自己走外面走。这里出河，我字面这里是把到这个人户这里有条路噻。有条小路哈。有条路噻。直到有沿湾下过来有点土地。你说我们这个是这的土地，河边那还有一个湾桥的这我们的土地，也这么的。河边湾的噻。就是这个起。这个河面了。这边就起这个板崖。这边呢就起这个两个桥杆崖线。起这个崖。桥杆崖线。都是你们的。都是我们自当这个生产队的。那你还干做子了现在？现在嘛得我搬在高坪去了，也是现在，所以就我转来这个又不往这我老六个我留着芝麻的买这房子，他就留这个地盘了。我的意思嘛，我这楼墙被修起了嘛，把这里保护下来是这么的。后来又退起钱了，又在改的这个牛肉。自己改的。这种退起钱改。你这个还要保留，这个还要得这样子。就当保留的。他如果说他是留的地，他要搞建材了，我让这个地带了嘛。对，你也养了好多蜂子是不是？没养蜂子，妈的来了这个就蜂子一条跑不着。他还干来的蜂子？他一个来都就蜂子跑了，没人了，我都经管了。没得人了，我都那种麻蜂一来就整几条去了，就把它累跑了。就累跑去了。我准备来打啥子除草剂，等我要忘除草剂坏去了，要是除草剂那个愤怒些坏去了，我才让我准备又到后头转机那个。就我娃的就芝麻饼，你没给开关了就，还有明道的。这种的打折转这个是。折转把车一打的哈。那你这个你不在我这住啊？你卖不呀？都卖噻。假如人家有人要在这里来搞开发，你卖不呀？可以垫。可以租哈。可以租。就是有人想到你这来住，你都可以租。可以租噻。但是卖不卖？不卖。因为让我租的那在这个他搞开发业了，这个地盘两万了。对，地盘。我的这个地盘了，他。但是很多人他要租了，他可能要给你进行改造，还是比如他可能要租10年20年都没问题噻。租个10年20年嘛，你只能够你租金要在其他地方要去修那个东西，建的这个你要搞个那个东西养殖的啊，这个你尽管可以了。尽管都可以哈。尽管可以了。完了，这个蜂子刮成案了，我身上整。哎呀，遭取消了就这么。蜂子就洗过香皂的也要干。他有点有个风抓，有月头。他有点一咬合。不是有月头的那让牛风抓进去就能。让牛风抓进去了，我都。那你这个应该要好好的在我都整下子，把个灭蜂子养鸡，养蜂子也赚钱的。打他不行了，他就。他刮球跟到人追。对，就跟到人追啊。你干那么多啊？给埋头干一桩啊？我这两天按了。我看你二的有了吧？二的谁有了？你还是埋头都好可能4、5户家哟。我给这里做外面，1条河到明天2河8箱。8箱哈，这2河。这2河的8箱。你卖了卖好钱回？8箱啊。8箱就没。这边没想过了，有人听个5、6千的，你卖吧？5、6千都卖哈。不要了。都低头了。你这样干这个后头这样干高级哈，还要落10多西呗？不落哈，看起来是有点高位。那这个打一个体验哈，高一分的时候，现在那都不用2年生。那个蜂子洗过香皂的，他就2年非常包的。
有什么就谈了不？你这样是个大品牌呀，我觉得。有这个大部分呢。是啊是啊。啊，你那个小喷喷过进车间安逸逸。哦。这个家有一个大娃娃，可以养鱼。这家伙吧都有，也好吧都有10几亩哦。这个其实呢，都是我们的，但是我们这自那测水呢，又个用管子从那个挨过去出来的水，但是到现在没人的路都整呢，那现在的水就没有来。啊，挨个的有不是呀？啊，挨个有不是，我们测水就到过来的了。有好大啊？啊，有好大啊？这两天了吧，小了，现在把它这样底，原来我们这一家人够差，反正在这个人，2、3个人够起。哦。我马上洗澡了嘛。对，那个还不小。嗯。要得，麻烦你了啊！那我走了，有人要在这里来搞开发了，我看他联系你。好的。啊。